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仁邦，欢迎来到万物智慧。今天这期内容，我必须得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它关系到许多持有永久居民身份，或者正在为此努力的朋友们的切身利益。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一两年，身边关于永久居民身份被关注、入境时被二次审查的消息越来越多了？这并非错觉，因为就在今年，相关移民管理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一场针对部分永久居民身份的核查工作已经展开，它的目标较为明确，主要面向那些被他们认为可能未完全履行相关义务的人。所以今天，李仁邦我就要把这件事跟你讲清楚。相关部门这次主要关注什么？他们运用了哪些技术手段？哪几类情况是目前需要特别注意的？而最重要的是，你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权益，守住来之不易的身份？在开始之前，我先问你一个核心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永久居民身份就像你的大学毕业证，永久有效？如果你心里是这么想的，那我必须非常认真地告诉你，朋友，这个观念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永久居民身份，它并非一劳永逸的毕业证，它更像是一份需要你持续履行义务、接受核验的长期许可。相关部门不仅是管理者，还配备了现代化的信息管理和核查权限。咱们直接切入核心主题，这次的关注重点是一个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实则非常重要的概念，福利相关规定的合规性。就是相关部门在重点关注那些一方面享受着由相关部门提供的各种福利，另一方面却长期人不在当地居住，把生活和家庭重心完全放在海外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可能超越了寻求基本生活保障的范畴，他们给这类情况贴上的标签比较严厉。这个定性如果成立，你的永久居民身份就可能进入需要重新评估的状态。很多朋友对于什么算不合规的边界模糊不清，常常用自己的理解去揣测管理方的依据，结果可能造成困扰。为了让你们有更直观的感受，我来讲两个我这几年了解到具有代表性的情况，你听听看是不是似曾相识。举个例子，王先生一家5口通过亲属团聚申请来到了当地，但现实很快给了他们挑战。王先生和太太语言沟通不畅，专业技能一时难以应用，找不到理想的工作，3个孩子要上学，生活开销不小。在现实压力下，他们开始申请所有可能获得的福利支持。王先生和太太因为没有收入，成功申请了某项补助，孩子们在学校获得了免费营养午餐和医疗补助，全家还根据收入标准领取了食品券。单看每一项，似乎都有理由，孩子要吃饭，大人要看病，但管理方的系统把这些数据点连成线，在汇层面看到的景象就不同了。这个家庭在当地几乎没有任何主动的来自工作的报税收入，他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福利体系。更要留意的是，他们并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在取得身份、完成最初的安定后，第2年就举家搬回了原居住国，只是严格的每5到6个月回来一次，住上几周，维持登录记录。他们以为这是可行的安排。近期，新的算法关注到了他们，系统自动提示高福利依赖度加极低，在当地停留率等于需关注案例。不久，一封来自相关部门的通知寄到了他们用于收信的当地朋友家，要求王先生一家必须出席听证会，向听证官说明情况。整个家庭瞬间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听完这个故事，你是不是觉得有些警醒？但你可能还有个疑问，当地几百万永久居民，难道能一个一个去盯吗？他们哪来那么多人力和精力？朋友，这就是关键，也是李仁邦要给你揭示的第3个核心点，信息化的管理与跨部门信息协同。请你更新相关部门是个独立机构的旧观念。在今天，海关与边境保护、移民管理、社会福利、税务，甚至金融监管，这些机构之间的信息协同已经加强，形成了一个高效的信息管理网络。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移民官员想了解你的情况时，他可以从社会福利的数据库里调出你过去领取相关补助的记录，他可以立即从海关系统里拉出你所有的出入境记录，他可以对接税务部门，查看你历年是否报税，报税收入是多少，他甚至可以借助金融渠道，看到你当地银行账户的大致资金流动情况，
判断你的经济活动是否与你的居住声明相匹配。所有这些数据在系统工具的驱动下进行交叉比对，一个简单的筛选指令就能在短时间内生成一份需关注名单。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不仅用于事后了解，更用于事前提示。你的名字一旦进入名单，下次你搭乘航班即将入境时，海关官员的电脑屏幕上很可能在你走到他面前之前就已经弹出了提示标志，建议进行2次了解。今年初还出现一个相关新闻，社会福利部门因为系统错误，误将超过6000名移民的状态标记为异常，导致他们的福利和工作许可受到影响。这虽然是个例，但它像一个侧影，告诉我们对居民信息的追踪和管理已经相当系统化和自动化。那么在这种技术支持下，相关部门现在的策略是什么呢？4个字：重点核查，入境核验。他们不再需要大海捞针似的满世界找人，他们的策略是：第一步，通过数据模型从大量永久居民中自动筛选出需关注目标群体。第二步，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也就是你经过长途飞行踏入关境的那一刻，对你进行重点了解。你每一次入境看似平常的护照盖章，背后都是一次快速的数据核验。如果你在名单上，那么等待你的就不是简单的放行，而是一场有准备的询问。官员会调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你的数据档案，对你进行详细问询。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升级，他们关注的绝不是你这一次的行为，而是你过去3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形成的整体行为模式。你可能过去成功入境了10次，但只要第11次被系统提示，你前10次的记录会全部被翻出来，作为评估你情况的依据。这里李仁邦必须花大篇幅重点剖析一个许多人都存在误解或忽视的细节。我们都知道，法律规定永久居民如果离境超过1年，没有申请回美证，那么身份将可能失效。但一个更隐蔽、更常见的情况是，如果你离境连续超过6个月，但不满1年，你的身份在法律上虽然不会自动失效，但它会立即触发一个法律上的假设。假设你已经放弃了在当地的永久居住权。这个假设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当你再次入境时，海关官员默认你已经不想长住这里了。此时，举证责任发生了反转，不是官员要证明你放弃了，而是你必须向他证明你没有放弃。这个证明绝非你口头说一句我打算常住就能通过的。官员会像面试一样，向你抛出一连串具体而尖锐的问题，每一个都指向居住意图的核心。你这次离开多久？去了哪里？为什么离开这么久？你在当地有固定的工作吗？雇主是谁？能提供最近的工资单吗？你在当地拥有房产吗？还是长期租房、租赁合同呢？你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是在当地还是海外？你过去3个纳税年度有没有按时向税务部门申报收入？能提供税表吗？你是否正在领取或曾经领取过相关的任何福利？如果你的回答是我没工作，房子是租的，家人都长期在国内，我报税收入很少，或者几年没报了，同时我还领着某项补助，那么你几乎就是在用回答构建起一个我只是把身份当便利通行证的证据链。在这种情况下，海关官员完全有权当场认定你已不符合永久居民资格，并启动相关程序。虽然从法律程序上讲，你依然有权拒绝当场签字放弃，并要求进行司法裁决，由法官做出最终决定，但现实是，在机场那个封闭、高压、身心俱疲的环境中，面对身着制服、语气严肃的执法者，很多人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担忧下，加上对法律程序的不了解，容易受到影响，从而在某些表格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个签名意味着你自愿放弃了相关权利，一旦签署，就等于你自愿单方面解除了与当地的永久居住契约，放弃了所有申诉的权利。事后，哪怕你反应过来，聘请再好的律师，挽回的难度也极大。所以，李仁邦在这里用最恳切的语气呼吁大家，无论海关官员的态度如何，说辞如何，除非你经过律师指导并100%自愿，否则绝对不要轻易签署任何文件。你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要求联系你的律师，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在那一刻，它是你重要的保障。好了，分析了这么多需要留意的情况，
我知道大家最想听的是怎么办。下面，李仁邦就为你梳理出一套在当前环境下尽可能维护身份的可操作的行动指南，请你务必逐条对照，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第一，关于福利与离境的权衡。如果你目前正在领取某项直接发放现金的福利，而你又因为家庭、生意等原因需要频繁或长期往返，那么你事实上已经站在了一个需要做出选择的十字路口。这条路很难两全其美，要么你主动停止领取这些高关注度的现金福利，要么你彻底改变你的居住模式，大幅度增加在当地的居住时间，试图既要福利又要自由，在当前的信息管理下，风险较高。第二，关于居住时间的安全参考。法律没有规定每年必须住满多少天，但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经验参考，尽量确保每个日历年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超过6个月，这能最有力地反驳放弃居住意图的假设。如果你因为有不可抗力、重大事宜必须离境超过6个月，比如照顾国内病重的父母、处理重要的跨国生意项目，那么请务必在离境前向相关部门申请回美证。回美证的有效期通常是2年，它是一份官方文件，向相关部门证明，我虽然有长期离境的正当理由，但我离境的目的是暂时的，我最终一定会返回当地永久居住，这是你应对长期离境有效的证明文件。第三，构建清晰的当地生活证据链。你要有意识地在当地留下持续、可验证的生活与经济痕迹，这包括购置或长期租赁房产，保持活跃的当地银行账户和信用卡记录，显示日常消费，拥有一份合法的、有报税记录的工作或经营一门生意，将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主要居住地安排在当地，并让孩子在当地入学。第四，至关重要的税务申报义务，这一点，李仁邦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作为当地的税务居民，你负有申报收入的义务，无论你当年收入是多少，都必须向税务部门提交相应的税表。这份年度报税记录，其重要性超越一切，它不仅仅关乎税务，在相关部门眼中，这是你承认并履行居民法律责任的核心证据。连续多年不报税，相关部门可以直接以此为由，质疑你作为居民的真实性。记住，报税和交税是两回事，很多收入可能因为税务协定或海外收入豁免而不需要实际缴税，但申报这个动作本身至关重要。第五，福利选择的关注度差异。如果你确实面临经济困难，需要社会帮助，也要有策略的选择。相对而言，食品券、住房补贴、医疗补助这类非现金的实物或服务型的福利，引发的关注度会低一些，因为它们被视为更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像某些每月固定发放现金的福利，在相关部门的审查中，关注度是较高的，除非你真的到了非常困难，并且未来数年都确定会在当地长期居住，不再离境的地步，否则，李仁邦建议你需要慎重考虑这些关注度较高的福利。讲完了对已有身份者的建议，我们还要把视野放宽，因为当前的情况已经影响到了更前端的环节。今年，相关部门的内部审核流程明显加长，部分类别的申请被暂停处理，以进行更严格的背景了解。这意味着，他们把筛查从已批准人群前置到了申请人群。与此同时，那个评估标准，公共负担考量，已经被更严格的应用。什么是公共负担考量？简单说，就是在你申请身份、签证或某些身份转换时，相关部门要对你进行一次经济状况评估，预测你未来在当地会不会主要依靠社会福利生活。他们会用一个包含多重因素的量表来评估，这些因素包括年龄、健康状况、教育背景和技能、语言能力、资产与财务状况。如果你年龄偏大、技能单一、语言不好、资产微薄，或者已经领着1-2项福利，那么你的公共负担风险分数就会很高，导致申请直接被拒。这个规则不仅针对新的申请人，更关键的是，它也可能被海关官员用来评估那些离境超过6个月后返回的永久居民。也就是说，你回当地时，他们可能不仅查你的居住意图，还会重新评估你未来成为公共负担的可能性。我知道这里有个常见的疑惑需要厘清，常听说通过特定途径拿到身份的人好像不怕福利规则。是的，这一点需要准确理解。根据法律，通过庇护或难民身份获得的永久居民身份，
在申请阶段可以豁免公共负担测试，并且他们日后使用大部分联邦公共福利，一般不会影响其身份或未来的入籍申请。但是，这个豁免权是仅限通过特定途径获得身份者的规定。如果你是通过亲属移民、职业移民、投资移民等其他任何方式获得身份，那么你必须严格遵守公共负担规则。而且，再次强调，即便是通过特定途径获得身份者，如果你长期离境，不满足永久居住要求，你同样会因放弃居住权而面临身份问题。福利豁免并不能保护你这一点。说完了这些，我想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最后一个，也是最普遍的侥幸心理。很多人总抱着我不犯大事，相关部门没空理我的想法。朋友，请把这种想法更新一下。当前的趋势是主动管理、科技辅助，他们不再是坐在办公室等通知，而是主动用数据了解潜在情况。整个社会氛围对移民的审查都趋于严格。虽然媒体头条报道的主要针对其他情况，但这股收紧和审查的风气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管理体系。永久居民如果被确认了不合规，或为真实居住被取消身份是可能的。为了让你对身份的条件性有更完整的认识，李仁邦再系统地为你梳理一下，除了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外，还有哪些红线一旦触碰，身份可能丧失，刑事犯罪，这是最直接的，尤其是涉及严重暴力、毒品交易等重罪，必然导致身份被吊销。一些其他罪行，如盗窃、欺诈等，如果被判定为相关类别或多次累犯，同样需要注意。移民相关的不实信息，这是从根本上存在问题，无论过了多久，一旦被发现当初是通过虚假婚姻、虚假劳工申请、提供不实资产证明等方式获得的身份会被追诉撤销，并可能面临法律问题，涉及国家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一旦被确认与恐怖主义、间谍活动等相关联，或加入被认定的相关组织，身份会立刻失效。加入特定组织，即使你不是故意，但如果你加入的社团、协会事后被列为相关组织，你的成员身份可能带来麻烦。在外国服兵役，这一点极易被忽略。如果你在非盟国的军队中正式服役，尤其是在被视为战略竞争或关系紧张国家的军队中服役，你的身份将受到严峻挑战，不符合资格的投票。记住，永久居民没有在任何当地选举中的投票权，无论是出于疏忽被登记，还是故意投票，这都属于问题，会导致身份被吊销，并被禁止入境。经过这样一层层的深度分析，你应该能彻底明白，这张名为永久居民卡的卡片，其永久二字是有巨大前提和条件的。它赋予你的是一种附条件的、需要持续维护的居住许可，而不是一项绝对不可剥夺的权利。它的本质是你与当地政府之间的一份长期约定，你承诺以当地为永久家园并履行义务，相关部门承诺赋予你相应的居住权利，任何一方未履行约定，约定都可能被终止。那么，维护这份约定的终极心法是什么？李仁邦的总结是，像你宣称的那样去生活。如果你告诉相关部门你的永久家在这里，那么就用你的一切行动去证明它，把家安在这里，把事业心放在这里，把家庭纽带系在这里，按时诚信地履行你的税务责任，谨慎负责地使用社会支持体系，避免让你的长期离境行为割裂你与这里的连接。如果你能做到这些，你的身份根基就是深厚而稳固的。但反过来，如果你的生活重心、情感依托、经济来源全部在海外，只是把身份当作一个方便的旅行证件，那么在当前日益严格的管理环境下，这条路的尽头大概率是身份的丧失和人生的转折。你需要非常严肃地做一次规划，是时候调整方向，真正落地这里，开始新的生活阶段了，还是主动做出其他更符合你人生重心的选择。最后，也是我的一条建议，当你对自身情况有任何不确定时，专业法律咨询不是奢侈，而是必需品。如果你正在面临长期回国照顾父母与维持身份的两难，如果你对过去的福利领取记录感到担忧，如果你已经收到了相关部门的任何问询信、补件通知或出庭通知，不要轻信任何非法律专业人士的经验之谈，立刻寻求一位可靠的、有丰富经验的移民律师的帮助。一位好律师能帮你客观评估风险等级，规划最安全的行动路径，
在关键时刻为你进行有力的法律协助和程序指导。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了解不清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侥幸心理是需要避免的。真正的安全感和主动权永远来自于对规则的透彻理解，以及对规则的主动遵守与运用。希望李仁邦今天在万物智慧的这番长篇分析，能像一盏灯，帮你照亮前路上的情况，让你能够更清醒、更从容地规划自己与家庭的未来。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足够重要，对你或你身边的朋友有所提醒和帮助，请务必点赞、关注，并将它分享出去。你的一次转发，或许就能帮助一个家庭。我是李仁邦，我们下期再见。